大家好，歡迎來到愛生的頻道。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在過去短短4年間，從一位日本前首相的政治遺言，變成了現任首相遞向中國的戰書，又如何在7天之內引爆了東亞前所未有的冰火兩重天的地緣政治的奇景。而引爆所有這一切的是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的一段不足100字的答辯。他公然宣稱所謂的台灣有事可能會構成日本法律當中的純利危機事態。那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什麼呢？就是日本將可能會突破戰後最大的禁忌，行使集體自衛權，直接武力介入台海衝突。這個就是過去1個禮拜震驚東亞的高市衝擊波。2025年11月7號，東京，日本的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新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他正在接受議員的質詢，突然在回答一個關於台海安全的問題的時候，他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他公開宣稱，如果大陸對台灣動用武力的話，比如說用軍艦進行海上封鎖，這樣一種台灣有事的情況底下，有可能會構成日本的純利危機事態。讓我解釋一下這6個字的分量。純利危機事態，這個是2015年安倍晉三強行通過的和平安全法治議案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什麼呢？就是與日本關係密切的他國，如果遭到武力攻擊的話，會導致日本的生存受到威脅。一旦被認定為是純利危機事態，就意味着日本可以解鎖一項被戰後的憲法已經封印了70餘年的權利，也就是集體自衛權。換句話來說，即便日本本土沒有遭受到武力的攻擊，只要政府認定了台灣有事這個事情威脅到了日本的生存，那麼自衛隊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出兵，武力介入台海衝突。這個是日本的在任首相第一次在國會這麼一個最正式的官方場合，將台灣有事這麼一個政治的口號與純利危機事態這個法律的班機非常明確的掛上了鈎。那從這一刻開始，台灣有事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它從安倍的政治口號跟政治的遺產，到岸田的這個戰略模糊和外交規避，正式升級成了高市早苗的高調的正式的一個法律宣誓。所以今天我們要理解這樣一場高市衝擊波為什麼如此震撼，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高市早苗開口之前，中日之間的一個認知鴻溝早就已經深不見底了。高市早苗的言論絕不是一次偶然的口誤，而是日本的部分輿論場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思想剛硬的必然結果。而這個思想剛硬由3部分構成：矮化中國的實力、刻舟求劍的歷史觀和對於美軍的絕對迷信。我們看到在日本的一些網絡論壇上長期充斥着對於中國現代化軍事裝備的一些非常離奇的評論。日本的網民會把我們最先進的，比如說歼20的隱形戰鬥機說成是 CG 特效或者是模型，他們會把055型的1噸大驅的戰鬥力的一些宣傳斥責為是 P 圖造假，甚至把福建艦的航母也蔑稱為紙老虎會沉的鐵棺材。我想很多的日本人還沉浸在甲午戰爭時期對於中國的一個碾壓式的軍事優勢的這麼一種傳統的記憶裡面，他們認為雖然日本自衛隊非常小，規模非常小，但是小而精，而且還能夠依靠某種精神力量，也就是武士道來取勝。而更根深蒂固的是一種爸爸會搞定一切的對於美軍的迷信。在他們的思想纲領裡面，解放軍的這個實力是非常可疑的，是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而美軍，美國爸爸是天神下凡一般的不可被戰勝。那麼高市早苗他敢於如此下注的底氣到底從何而來呢？首先，他是安倍晉三最忠實的弟子。我們在之前那一期視頻當中講過，在政治光譜上，高市他屬於
自民黨內最右翼的一個極端保守派，他是日本政壇著名的對華鷹派。他畢生追求的目標就是為日本的軍事正常化來徹底的鬆綁，而更重要的是日本政治格局的改變。因為國民黨長期以來，他們是在日本政壇扮演一個自民黨鷹派議程的和平主義的剎車片，但是現在因為自民黨與國民黨長達26年的這個執政聯盟破裂了，所以自民黨轉而與右翼政黨日本維新會來合作。這個事情，這個轉向標誌着日本政壇傳統的這個和平主義的剎車片被扔掉了。所以高市早苗政府是日本戰後幾十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個純粹鷹派的組合，所以在他的政府內閣幾乎缺乏任何有效的制衡力量，他不再需要好像前任安倍或者是岸田那樣对於和平主義的聲音進行任何妥協。而自民党派閥政治崩塌之後的權力真空當中，高市早苗他需要一張能夠快速穩固基本盤的王牌，而通過在台灣問題上展現前所未有的一個強硬的姿態，他成功的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日本右翼的新的領軍人物。要知道，日本右翼長期以來的夢想就是在中美大打出手，耗盡各自國力之後，日本能夠橫空出世，成為新的世界領袖。這一種在很多人眼中看似非常中二的最終幻想，卻揭示了日本人在地緣政治棋局當中那樣一種不甘於現狀、伺機而動的賭徒心態。所以高市早苗在國會的這麼一個應答的消息一傳出來，輿論譁然，在野黨的議員當場就警告說，啟動防衛出動，也就意味着日本將要進入戰爭狀態。他批評高市是非常輕率的跨越了日本歷屆內閣都極其慎重的這條線。所以高市早苗這封戰書它引發的風暴其烈度遠遠超過2021年安倍晉三首次提出來的那個時候，而中國的反應也是空前的迅速，異常的猛烈，並且高度協調。面對高市的攤牌，從11月8號到15號，短短1周時間，中國從外交、軍事到輿論，發動了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在台灣問題上對於日本發出的最高級別、多維度、系統性的警告。這樣一套組合拳，從官方到民間，從外交到軍事，從輿論到信息戰，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領域。打響第一槍的不是外交部，而是中國駐大阪的總領事薛健。11月8號高市發言第二天，他在自己的這個 X 平台，在推特上轉發了日本媒體關於高市早苗言論的報道，並且用日語附上了一段極具衝擊力的評論。對於那條擅闖進來的骯髒頭顱，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斬掉，你們做好覺悟了嗎？這樣一條關於斬首的非常激進的推文，迅速被日本政界抓住，並且被刻意的炒作成了一個與高市言論同等級別、同等不靠譜的外交事件。而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木原任，他公開表示說，已經向中方提出了強烈的抗議。日本自民黨甚至通過決議，要求將薛健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驅逐出境。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薛健其實是扮演了一個壞人的角色。這個其實是一種非常常見的外交策略，就是利用外交官的一個個人身份，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極限施壓，測試對方的輿論底線。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啊，這個可以跟官方的立場配合的相當默契。而11月10號，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林健將高市的這個言論定性為錯誤的言論，並且指責他暗示了日本可能會武裝干預台海衝突。2天之後，高市他在國會拒絕撤回自己的言論。11月13號，林健的措辭變得更加嚴厲。那如果日方膽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將會構成侵略行為，中方必將迎頭痛擊。緊接着11月13號當晚，外交部的副部長孫衛東他奉侍召見了日本駐華大使金山憲治。奉侍召見這個詞在外交實踐當中極其罕見，他非常清晰地表明，
本次行動是受到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直接指示。在這次外交的召見活動當中，孫衛東據報道連用了7個嚴重來為高適的言論定性：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背國際法，嚴重破壞戰後秩序，嚴重違背中日4個政治文件，嚴重破壞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並且發出了最強硬的民意警告：14億中國人民對此絕不會答應。請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嚴重破壞戰後國際秩序這個定性，北京是在刻意的將這件事情從中日關係的一個雙邊矛盾上升到了挑戰2戰以後世界格局的高度。而緊接着11月14號，國防部的新聞發言人蔣斌大校發表談話，措辭更是毫不客氣的發出了赤裸裸的軍事的警告。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日方若不深刻的汲取歷史教訓，膽敢鋌而走險，甚至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必將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銅牆鐵壁前碰得頭破血流，付出慘痛的代價。而在之後所有中方的這個官方聲明當中，無論是外交部、國防部還是官媒，都一字不差的出現了同一句話：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這個現象絕非偶然，這背後是中國發出的一個非常清晰的反制的信號，用已經發生的過去和不容否定的歷史來解構你日本現在的法律。日本，你們談論的是國內法，是中國未來可能採取的行動，而中國直接繞開了辯論，告訴你們，根據開羅宣言跟波茨坦的公告，台灣是中國作為2戰戰勝國從日本手裡收復的領土，你日本作為戰敗國跟前殖民者，在台灣問題上根本沒有發言權，更不要提什麼武裝介入了。而最後在輿論與黨宣的戰線上發出了終身與均身的頂格的定性。終身是中國之聲的縮寫，是人民日報在涉及到這個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上代表官方觀點的一個最高級別的署名之一，而均身代表的是中國軍方最高權威聲音的署名。這兩篇文章對於高市早苗的言論做出了史無前例的權威定性，稱其是1945年2戰戰敗以來日本領導人首次對於中國發出了武力的威嚇。而且黨媒旗下的評論用了中國外交史上最重的詞彙之一，勿謂言之不預也。艾森在這個地方想要敲一個黑板，這句話的分量之重，在歷史上只有在1962年中印戰爭跟1979年中越戰爭等等重大軍事行動前夕使用過。11月14號，中國外交部跟驻日使館發布了一則罕見的赴日旅行的警告，理由有2個。第一個是日本治安的惡化，針對於中國公民的這個犯罪多發；第二個就是高市早苗的言論導致了政治氛圍惡化，給在日的中國人帶來了安全風險。中國遊客是日本旅遊業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佔了日本外國遊客總數的1/4，所以這個旅遊的警告就是要通過打擊日本的經濟，在日本國內制造一個反對高市早苗、反對日本強硬路線的這麼一個力量。那與此同時，我們看到與官方的這個嚴厲譴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民間輿論場的這個狂歡，可以這麼說哈，在微博呀、B 站啊、知乎上面感謝高市老鐵送上開戰理由，就怕離不來，雙喜臨門之類這些熱評都被網友頂上了熱搜。高市的攤牌在中國民間，它激起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夾雜着歷史宿命感的黑色幽默。網友一句一言為定，雙喜臨門的調侃迅速火遍了全網。因為在很多中國網友看來，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執意要介入台海危機的話，那無異於將自己送上門來，讓一場本來有可能會讓親者痛仇者快的內戰有了升級為清算歷史舊賬的一個絕佳的理由。
這樣一種發自內心的來自於民間的狂歡，是建立在歷史情感、實力自信跟戰略計算之上的。首先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歷史情感的一個總開關，因為中國的网民他們將高市早苗的这個武力介入的威脅看作是一個送上門來的一次性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天賜良機。而第二方面的話，是來自於網民對於中國實力自信的一個降維打擊。與日本網民對於解放軍矮化的認知形成一個打臉式對比的是中國網民對於本國軍事現代化成果的一個絕對的自信。在他們看來，今天日本的高調宣布要介入台海，不再是1894年甲午海戰時候的這個致命的威脅，而是21世紀降維打擊主動送上門來的一個活靶子。第三個方面其實是戰略機遇方面的一個送分題。這個點的一個核心概念就在於說，聯合國憲章當中的這個敵國條款，因為一旦日本作為二戰時候的敵國跟戰敗國，他們武力介入中國的內政，也就是台灣問題的話，中國將會自動獲得歷史跟法理上的這個許可，將中日衝突的敘事以及台海衝突的實質從內戰轉變為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延續。所以從信息戰、外交戰、敘事戰、軍事威懾到經濟威脅，北京在短短幾天之內就向日本展示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全譜系的工具箱。那今天我們看到高市早苗的攤牌，其實是安倍10年布局的一個結果。它的起點就是2014年到2015年強行通過的安保法制。我們知道和平憲法第9條是束縛日本軍事正常化的一個最大的枷鎖。安倍他沒有選擇高難度的修憲，而是走了一個法律的後門，先修改了憲法的解釋。2014年7月，安倍的內閣他們通過決議，強行解禁了歷屆政府都認為是違憲的一個集體的自衛權。在這樣的基礎上，2015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安保法制。那這個法制最核心，也就是本次風暴中心的，就是新增的所謂存立危機事態。它的定義是，與日本關係密切的他國，如果一旦遭到武力攻擊，導致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跟追求幸福的權利受到根本威脅的事態。這是一個被安倍精心打造的法理時空膠囊。他在2015年先造好了這把槍，但是並沒有說他瞄準的一個真正的目標是什麼。直到他卸任之後，2021年12月1號，安倍晉三在日本的家中，他通過網絡對台灣國策研究院發表了演講。在演講當中，他首次用一種極具煽動性的方式拋出了後來人盡皆知的一個論調：台灣有事，也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而為了證明他這個論點的合理性，安倍他還特意的強調，中國大陸的軍費在過去30年增長了42倍，已經是日本的4倍。他這樣一番話的分量，關鍵在於說，安倍當時的身份是一個前首相，他不再會代表日本政府的一個官方立場，所以這個就有一個非常大的靈活性，給了當時的時任首相岸田文雄一個絕佳的外交緩衝區。但這個並不是安倍心血來潮的臨別贈言，而是一次經過精心挑選、精密計算的政治試探跟議程設置。到這個地方，我們回顧歷史就可以看到，安倍用了10年時間精心布局的這個步驟非常清晰。2014年先制造好了武器，安倍的內閣他修改了憲法的解釋，創造出了存立危機事態這樣一把法律的武器。在2021年，他設定好了目標。安倍卸任以後，拋出了台灣有事，在政治上設定了台灣這個非常具體的目標。2025年，安倍最忠實的弟子高市早苗，他在國會上把這樣一把法律的武器與政治的目標合法的掛上了鈎，連接起來，也就是把這把武器手槍對準了他的政治目標，也就是台海地區的衝突。所以高市早苗他在國會的演講是安倍政治遺產的最終兌現。他作為安倍的門下弟子，只是按下了他的導師在10年前就已經埋好的那個伏筆、那個按鈕。
所以要理解安倍對於台灣問題的這個執念，我們也必須要挖得更深一些，來挖一挖安倍晉三的家族歷史。安倍的外祖父是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在1957年當上首相之後，不到4個月，岸信介他就竄訪台灣，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岸信介他還在任內強行通過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並且明確表示條約的防衛範圍也包括台灣在內。我們知道二戰之後，日本歷屆首相竄訪台灣的其實只有2個人，一個是岸信介，另外一個就是岸信介的親弟弟，也就是安倍的外叔公佐藤榮作。所以說安倍他的這個言論不單是他的外祖父未能實現的一個瘋狂的妄念，這樣一種將台灣視為對抗共產主義前哨的觀念，其實深深的根植於自民黨右翼的歷史觀當中。而高市早苗正是這樣一段歷史觀念最激進的當代傳承者。時間來到2022年到2024年期間，岸田文雄內閣的這個日子其實不太好過，一邊是來自於安倍晉三派別跟右翼勢力逼迫他必須要繼承安倍的遺產，在台灣問題上更加強硬，但另外一邊是來自於日本商界的巨大的壓力，像金團聯這樣一些大財團，他們在中國有巨大的商業利益，他們迫切的希望能夠維持政冷經熱的現狀，他們生怕因為台灣的問題會導致中日的經濟關係徹底崩盤。要知道時代已經不一樣了，日本現在輸不起一場對華經濟戰了，因為過去幾十年之所以能夠維持政冷經熱的基礎，是因為日本在技術上跟資本上有優勢，但現如今中日的實力此消彼長之後，這樣一種優勢早就已經不存在了。我們過去一段時間看到的日本企業從中國大撤退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市場上競爭失利的結果，而與此同時日本對華投資卻在逆勢增長，所以這也揭示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真相，日本根本沒有辦法放棄中國這麼龐大的一個統一市場。那怎麼辦呢？岸田文雄他選擇了一套戰略模糊的平衡術。所以我們看到2023年4月，時任外相在國會被問到是否同意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時候，他們非常明確的回答說不予置評。那這樣一種策略甚至延續到了岸田的繼任者石破茂內閣。2024年12月新任外相嚴務義他在接受鳳凰衛視專訪的時候也是非常直白的說，我個人不喜歡台灣有事這個詞兒，他強調應該追求台灣無事，也就是兩岸和平。岸田的政府在嘴上當然是回避直接與中國發生衝突，但實際的這個防務政策卻是在加速的安倍化，所以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雙軌策略，口頭上安撫中國，行動上一點都不會停着，他是在迎合美國跟國內右翼的訴求。早在2021年，岸田內閣的這個防衛白皮書當中就首次寫入了台灣周邊局勢的穩定對於日本安全保障跟國際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那這句話在2023年的白皮書當中又被重申了一遍。2022年12月，岸田內閣他們通過了包括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在內的安保3文件，這一系列的文件是日本戰後安全政策的一個顛覆性的轉折。他們非常明確地寫入了日本將擁有所謂的反擊能力，也就是能夠对於敵方的導彈基地等等目標進行主動攻擊的能力。這樣一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策略，其實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岸田政府的算盤，就是在言辭上刻意的回避安倍的刺激性的口號，維持與中國的高層外交，但是在戰略上，在實踐的層面卻全面繼承了安倍的路線，把台灣海峽的這個穩定正式納入了日本的國家安全的考量。那簡單聊完了歷史，我們回到現在，面對中國的這個全譜系的組合拳，東京方面是如何回應的呢？首先當然是對等的反制。11月14號，就在中國召見日本大使的第二天，日本的外務省也召見了中國驻日大使吳江浩，但是他們的訴求跟中國完全不同。日本抗議的焦點是中國外交官薛健的斬首言論。執政的自民黨反應更加激烈，他們通過一項決議，認定薛健的言論是對於日本國以及國民的侮辱，並且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將其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不受歡迎人士，這個是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當中賦予東道國驅逐外交官的一個最高權力，也是外交實踐當中等級很高的選項。自民黨提出這個要求，那說明在日本的政治精英看起來，削減這個斬首的威脅惡劣程度已經超過了引發危機的這個高市早苗的言論本身。但在最核心的問題上，也就是撤回高市這個台灣有事的這個言論，日本政府展現了驚人的強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任就公開表示，高市首相的發言務須撤回。所以我們看到非常明顯，這個就是日本政府的一個應對策略拆分。他們將高市的言論拆分為立場跟意圖兩部分。立場是不能夠撤回的。日本政府認為，根據本國的法律，他們擁有將台灣有事判定為存立危機事態的法律能力，這個是日本的主權。但是意圖是可以解釋的，所以日本政府向中方解釋高市的發言，它只是一個假設性的探討，並不代表日本現在就有軍事干預台海衝突的政治意圖。簡單來說，日本政府想要傳遞的信息是：我有能力打你，這個能力我不會放棄，但是我現在還不想打你，我們可以坐下來先談一下。雖然有兩位前首相，包括自民黨內的這個元老石破茂批評高市的言論過於輕率，破壞了日本國家安全決策應該有的嚴謹性，他也擔心這樣一種非常隨意的判斷會架空憲法。而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則代表了和平主義的立場，他直言高市的目的是要煽動危機，為增強軍事力量找借口，甚至也包括東京新聞、朝日新聞在內的一些主流媒體也發文批評高市的言論輕率跟不合邏輯。東京新聞的社論甚至說，高市的言論無異於表明日本不惜與中國開戰。但有一個數據也能夠說明一些問題，根據2022年的這個民調，高達 74.2% 的日本民眾反對自衛隊與美軍並肩作戰，軍事介入台海衝突，甚至有 51.1% 的人連為美軍提供後勤支援這樣一部分的任務都表示反對。而這個數據也證明了日本政治當中政治精英的暴走與民意的冷漠之間其實是存在一定的距離的。正是這樣一種政治精英的狂熱與民眾的悲觀以及網絡上的幻想交織在一塊的非常複雜的日本國內的輿論場，給了高市早苗這樣一些右翼的政客來操弄民意的空間。但是不管怎麼樣說得好，有一個事實我們沒辦法忽視，也沒辦法否認，就是日本國內的政治重心已經不可逆轉的急劇右移了。而在本場中日激烈的交鋒當中，還有幾個關鍵的棋手非常深刻地影響了風暴的走向。在風暴爆發以前的10月底，特朗普剛剛訪問了日本在東京他與高市早苗舉行了峰會，但危機爆發以後，美國國務院就高市的言論發表了一份非常標準的聲明，就是美国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這樣一份聲明其實並沒有對於高市的激進言論表達任何支持，而就在發表這份中立聲明的同一天，美國國務院卻批准了特朗普第2個任期的首筆對台軍售。美國駐日大使對於高市的挑釁言論只字不提，但卻高調譴責了中國總領事薛健的這個斬首的推文。所以把這幾個動作串联起來看的話，特朗普政府的這個策略也非常清晰，就是美國人他不想介入你們之間的口水戰，避免被日本拖下水，但是在暗地裡呢，卻督促盟友，也鼓勵日本主動的去扮演這個區域警察的角色，而且他要全力武裝自己的代理人。美國的策略就是讓日本出頭去挑釁，讓台灣去防衛，而自己則在離岸之外掌控平衡，坐收漁翁之利。台灣方面雖然非常強烈的譴責了中國總領事薛健的斬首言論，但與此同時也衷心的感謝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的這個首筆軍售。而對於高市早苗這樣一番聽起來是友台的言論台灣當局卻選擇了回避，沒有進行任何公開的背書。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也知道將台灣與日本的生死存亡捆綁在一塊，等於將台灣置於了一個自動觸發日本參戰的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
所以在這樣一場名義上關於台灣有事的激烈的交鋒當中，台灣自身卻幾乎是沒有發出自己的聲音。台灣的角色僅僅只是被動的向民眾傳播跟解釋這樣一場發生在別國的卻關乎台灣自身的辯論跟口水仗。這個也完美印證了台灣在高市及安倍路線當中工具化和作為消耗品的一個困境。台灣的安全被用作了日本右翼來修憲，來實現軍事正常化的柴火。那麼日本右翼為什麼對於台灣海峽如此執着呢？因為我們都知道日本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島國，經濟跟能源高度依賴海上貿易的通道，從中東運往日本的郵輪以及日本出口到世界的商品，絕大部分都必須要穿過台灣海峽或者巴士海峽。據測算，日本近90%的能源進口必須要途經台灣周邊的海域，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台灣海峽是日本的經濟輸血管。一旦這個大動脈被掐住，日本經濟將會瞬間休克。更有人將台灣海峽比作是古代中國的這個燕雲16州，一旦被控制，日本将會永無宁日，徹底喪失戰略屏障，也就意味着日本將會徹底跪下。所以我們2025年的今天11月份在東亞，我們正在見證大國政治的悲劇，這個劇本在上演。中國的崛起使其必然會尋求在東亞建立自己的安全秩序和他自己的影響力，並且一定會最終解決台灣問題。這一個行動在日本跟美國看來就是對於現狀的威脅。日本作為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離岸平衡手，他為了確保自身的生存，也必然會採取行動來最大化自己的權力，來擴大自己的軍事影響力，來制衡中國的崛起。高市早苗他所代表的鷹派的議程修改憲法、擴充軍備、將防衛的邊界推進到台灣，正是日本試圖要制衡中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行為。但他這樣一種進攻性的威懾行為本身，恰恰構成了對於中國的生存威脅，從而引發了中國更加強烈的進攻性的反制。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不禁要問，東亞的未來將走向何方呢？我想最理想的未來反倒是灰色地帶的衝突，也就是烈度低於常規戰爭，但是高於常規摩擦的一些脅迫的行動。例如說，以海關檢疫為名，對於進出台灣港口的特定的商船實行登船檢查，或者是利用大量的海上民兵來騷擾特定的水道。高市早苗他劃定的紅線是軍艦的使用，那麼中國海警的這個萬噸級的執法船到底算不算軍艦呢？那日本是不是會將檢疫等同於封鎖台灣海峽呢？這樣一種戰術的模糊性，日本將來打算如何應對呢？灰色地帶戰略將會是測試高市早苗存立危機事態這個決心的主戰場，但是與此同時，誤判的風險也非常高。但如果天不遂人願，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非常可怕的死亡的循環會形成。那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日本宣布進入存立危機事態，並且高調軍事介入，中國為了阻止日本而攻擊日本境內的美日基地，攻擊的行為觸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被迫為了保衛日本而選擇與中國開戰。在這個最悲觀的邏輯鏈條當中，日本通過將自己變成人質，它可以成功的將美國拖入泥潭。高市早苗的這個動作就是啟動了這個在法理上跟軍事上的一個陷阱的鑰匙，而他的這個賭博會將整個東亞推入一個更深的安全困境之中。講到這個地方，我想岔開話題，簡單講兩句我的心路歷程。大學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宿舍的好兄弟，他說不要急着統一，其實對於中國人來說有好處。後來我也的確覺得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其實也蠻好的，和平非常珍貴，尤其身在魁省，我對於台灣人的訴求能夠感同身受。但在外網經歷過所謂同胞與支那的這個對罵之後，我慢慢開始懷疑這個觀點。曾經以為台獨只是少數人，不代表台灣社會的主流，也曾經以為
是因為對於中共體制的恐懼和痛恨，所以有些人把所有的事情混為一談了。但是後來我意識到，這個想法還是太幼稚、太天真了。其實台獨分子也包括一些被他們收買的很多自媒體，他們是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當作是了敵人。不管你是否真的認可或者是不認可某黨或者是某一些制度，你作為中國人生來就有原罪。台獨的終極夢想不是說想要脫離中國的統治這麼簡單，他的夢想是要大陸崩潰，14億人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因為這個是他們能夠實現台獨的唯一的途徑。這些台獨分子的極端的敌意，以及在於中美日台之間上竄下跳、挑撥離間，他們使得海峽和平的這個幻想逐漸破滅了。我個人的這些心路歷程，其實也是理解北京做出最後通牒式反應的一個基礎，因為兩岸問題的分析或許必須要跳開這個立場優先，跳開這些政黨政治，這個也就是為什麼大陸的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太可能允許台灣永遠分割出去。高市早苗挑戰的，它不僅僅只是中共的一個政治的紅線，它更是一個文明的集體的意志。從日本主動將自己綁上台海戰車的那一刻起，對於大陸人來說就是新仇舊恨的一個疊加。在民族主義的敘事底下，對日本用兵將遠比一場內戰會更少顧及，更能夠凝聚國民的共識。而戰端一開，炮彈將會落在日本人的後花園，而不是在北美。高市早苗他想過這個問題嗎？所以2025年11月，我們看到這樣一場就是大家的口水戰，在短短7天之內，從一句國會的答詞演變成了涵蓋外交、軍事、法律、信息跟經濟的中日之間的一個準全面的對抗。它像一次高強度的壓力測試，非常清晰地告訴我們，在台灣問題上，中日兩國好像都已經沒有多少退讓的空間了。高市早苗是打開了這個魔盒，而北京則展示了反制的全套工具箱。雙方都展現出了在於未來的危機當中率先升級的一個意願跟能力，而彼此關係當中的那些護欄卻被證明是非常的脆弱不堪。東亞的和平曾經依賴於大國之間的這個模糊啊、克制啊，跟互相之間的默契，但是如今它懸於一個被清晰定義的一觸即發的雷管之上，而這個雷管的名字就叫做存立危機事態。高市早苗發出的這樣一封戰書，無論他是否最終撤回都好，都已經沒辦法逆轉了，因為中日關係已經從管控分歧滑向了危機對抗，這個是我們不得不要承認的一個新的現實。關於這樣一場中日的外交風波以及東亞未來的安全走向，您有什麼看法？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下您的觀點。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不要忘記點讚分享，也歡迎大家訂閱愛生的頻道，加入我們的會員。祝你有心情愉悅的一天，謝謝。